子小姐，小姐，别过来！这3拳，点到为止，剩下的等出去后再打。哈哈哈！到时候你最好能打赢我，否则你大理南方边军会不太好受。哼，如你所愿。袁爷爷，李家全是废物，被个飞贼吓得鸡飞狗跳。那个纵火的刺客，定是少年的内应，只为了将前辈引开。哼，那小子必须死。陈平安，这边。真能把老袁往山上骗？尽力了。敢这么玩，老袁没打死你，算你走运。老袁确实厉害，只换了2口气。如果你出手再晚点，我估计就悬了。你才知道。宁姑娘，你转过身去，我要往后背敷点药。还让人转过去，你这不穿着衣服吗？是不想让宁姑娘看到血污。切，你不也给我包扎过吗？很疼吗？这算什么？逞什么强嘛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宁姑娘，你算是问对人了。在小镇外有座龙脊山，那里全是这种石头。以前我砍柴啊，都会先去拿柴刀磨一磨。你用这个磨柴刀？对啊，每次磨完之后，柴刀都锃亮锃亮的，可锋利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叫斩龙台，价值连城，这可是世间最好的磨剑石。啊？刚好能劈成2块。要是逃过这一劫，这宝贝你我1人1半。想要的话，宁姑娘就全拿去吧。陈平安，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图谋不轨？心想着以后把我变成你媳妇儿，那所有东西还不都是你的了？哦，你小子这算盘打得真响啊！哎呀，宁姑娘，我哪敢啊！这么一点敢都没有？那倒是。嘘，老袁入山了。宁姑娘，我还有一个计划。去李家放火的人，就是你吧？是又如何？
小姑娘，我知道你不简单，但你我之间有何恩怨？莫非你家族师门跟正阳山有过节？废话真多。刀也练，剑也学，非驴非马，不伦不类。木豪而惯，见识浅薄。哈哈哈哈，嘴皮子倒是挺厉害。此剑不同寻常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机会给过你了，之后你若被老夫击杀，我正阳山可不会为此认错。放手厮杀便是。那就随你去吧。竟能在此御使飞剑，你与那齐静春、阮琼究竟什么关系？怎么，怕了？好，好，好，跟宋长靖打得不爽，接下来就陪你好好耍一耍，看看你这俊俏皮肉，经得起老夫几下重锤。这里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顺着这条小溪一直往下，就到了青牛背。宁姑娘，你能不能把老袁引到这儿来？你想将老袁引入水中？对，这里的溪水看着平静，但水底下到处都是淤泥。老袁根骨极重，等他深陷淤泥，我们前后夹击，逼他再缓一口气。好，我会拖住他，给你争取足够的时间。但你的这些破铜烂铁是伤不到老袁的，除非……这样呢？说不定到时候我已经提着老袁的头去找你了。别逞强，要小心。喂，站在你面前的人可是我宁瑶，未来全天下第一剑仙。啊！对上老袁，你就不怕死？怕，但我更怕自己争不来这口气。剑修、武夫、练气士，竟然三者兼备。小丫头，你究竟出身哪家宗门？哼，要你管！难怪我爹说正阳山不值一提，嘴硬气大，剑道低。
人傻胆大，见气浅。哼，找死！果然如此，你受过重创，并未痊愈，根本无法驾驭飞剑，难怪你由他自主行事。又是一堆废话！嚣张多久？你明明可以御剑逃走，却故意诱我来此，看来是布下了陷阱啊！被我猜中了。羚羊挂角。下来！哈哈哈哈哈！救人者先死！别出来！
惜的这一剑，竟能把你给叫醒了。没想到此脉剑术，万年之后竟是由你继承。老畜生，我要你灰飞烟灭！出来，给我展开这方天地！老夫来帮你解脱剑气反噬的痛苦吧！休想出剑！竟有此等威力！陈平安，你没死。刚才我远远看到你脱力倒地，害怕老袁下杀手，我便多转了个弯，抛了件衣服，分散老袁注意。老袁那一拳，你居然受得了？强行唤起的后果，又或者是刚刚被宁姑娘的剑气所伤，老袁的力量明显大不如前了。我就趁着这个间隙把你救了出来。你歪歪肠子怎么这么多？说，陆晨救我那次，你到底有没有占我便宜？啥？能跑多远是多远，我用飞剑尽量拖住他。痛快痛快！那老畜生这次跟头栽大了，被一个小镇少年牵着鼻子跑了半宿。这天大的笑话，够我在风雷园说10年了。要不是小镇禁绝术法，否则我死也要把这一幕原原本本踏印在印容镜当中。幸亏你没出手。刚才宋大人和搬山员互换那3拳，动静可不小。嗨，我看那宋长静就是个绣花枕头，才和老畜生打了个平手。不都说他摸着5到10进的门槛了吗？巴乔，怎么我说说都不行了？他什么事这么好笑啊？不如也让本王乐呵乐呵。宋大宗师，我正在说您老人家与半山园的巅峰一战呢，真是惊天地泣鬼神。若非您老人家泉下留情，那半山园定会在福禄街上当场死无全尸。宋大人武道之高，武德之好，实在是让晚辈拍马难及啊。你是龙尾郡陈氏子弟？不是。
宁姑娘，到哪儿了？这是我以前搭的一个小屋，咱们先在这儿躲躲吧。你就没有什么想问的？有，宁姑娘，宁姑娘，我知道你好奇。这是我宁瑶的杀手锏，是我娘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只要她一出现，别说是老袁，就是这洞天也可以展开。我其实想问你，我就是想问你，那个老袁是不是用掉了3口气？但是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老袁最少还能再坏一次规矩，对付咱们2个伤患，多半是绰绰有余。宁姑娘，你觉得老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了？少说也折寿了180年。赚到了！老袁一想到这个，气得气死，折损的阳寿都够换我3、4辈子了。啊！这辈子还没到头呢，想什么下辈子？陈平安，你想过没有，那头老袁原本能活多久？这类天地异象而生的凶兽遗种，终究是曾经的一方霸主，寿命依旧长达2000岁左右。而且这头护山猿显然已经修成了道法神通，一旦被他跻身上5境，加上他第9境的体魄，别说2000年寿命，就是3000年、4000年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我们舍命一搏，对他来说只是9牛1毛，所以你别觉得自己活够了。哎，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你真够厉害的，能和那老袁拼那么久，以后可以吹一辈子了。喂，你听到没？其实那少年能活下来，你是恩人之一。啊哈哈，这种恩人我可不想当。流俗朽色，怎办王钱？你找死！啊？我吗？那你得先问过他才行。王爷，这位姑娘并非我们东宝平州人士，所以希望王爷慎重行事。敢杀我，就不怕你们大凌灭国吗？是不是觉得你家老子厉害，就敢在本王面前大放？怎么说来着？大放厥词。宋大人，能不能给在下一个面子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？下辈子投胎，别再让本王碰到。叔叔，算了，欺负一个娘们儿，传出去有损您的名声。
今日此教，臣对铭记无内。小子，不错。本王看好你。离开小镇后，去大离京城找本王，有样东西送给你。搬不搬得走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福建。姓郑的，又来偷老娘衣裳，我要找你师傅评理去。怎么教出你这么个东西？师兄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真是猪油蒙了心，才挑了这么个破烂娘们当媳妇儿。我乐意，有屁快放啊！师傅他老人家让我带话，要你对付那个人。凭啥？反正是师傅交代的，你爱做不做。滚！下次要是让我看到你偷嫂子的东西，打断你腿！啊？灵儿，你给老子说清楚，谁偷你婆娘衣服了？这种混账话你也信？你脑子进水了吧你？咋了？境界比我高就不讲理了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行了吧？啊！灵儿，老子这就叫嫂子买她贴身衣服去。No， 你故意惹恼那女子使我难堪，就因为她也姓陈？哼，哼，这脾气，像你爹。叔父啊，那女子一看就来头极大，不怕打了小的惹来大的，错了大的惹来老不死的。到时候咱们大理真没问题。那你可太低估宋长敬这3个字了。说来也怪，我曾无数个日夜在这里逗留，却从来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石像上一星半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那全谱的剑炉，正是脱胎于此。这剑炉虽说是全谱的立桩，可手指这么扭来扭去的，和练拳居然有关系。那是因为之前的你对拳理一窍不通，所以自然不会留意动作中的玄妙细节。这就好比最好的琴师也无法对牛弹琴，再绝世的美人也架不住对象是个睁眼瞎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木头。啊！是怎么没了？可惜了，消失的那只手，本应掐诀而出的。你知道这个雕像的手遗失在哪儿吗？恐怕早已损坏了吧。老袁追来了吗？宁姑娘，小心点！此人杀气更胜老袁。哎呀，你快下来！又大半夜的跑到屋顶上去做甚啊？春捂秋冻的，真要冻出个病根子来，你让奶奶可怎么活呀？哎呦，你快下来！奶奶，你真的不和我一起去真武山吗？唉，奶奶这辈子呀，是一定要葬在你爷爷旁边的。你去了外面一定要出息。谁欺负过你，你就往死里欺负回来，千万别当好人。哎，坏人呢，偶尔当几回也没事的，可别一门心思去害人就行，小心遭报应不是。奶奶，你放心吧。
对了，奶奶，还有件事，陈平安他爹的。有些事情可以做，不能说。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奶奶别怕，人鬼殊途，斩草除根，只有死人才不会找我们的麻烦。又见面了，放心，那头老袁没有追来。你认识他？他是杏花巷的马苦玄，别人都说他是傻子，但我从不觉得。刚才那一战我都看到了，很精彩。不过，你为了救他强行祭剑，结果受到剑气反噬，现在已经是重伤在身了吧？要你管！宁姑娘，我没事。如果我去福禄街李宅，跟正阳山老袁说找到你们两个，我想怎么都可以拿到1袋子钱。如果我愿意给钱，你能不说出去吗？切，我已经在李家拿到报酬了，但我可不是为了钱。你要怪就怪你身边这家伙太惹人厌了，坏了很多人的大事。而我呢，最喜欢趁人之危，所以向你讨个东西，你知道，对不对？小心有命拿，没命用。你又不是我媳妇儿，担心这个干嘛？我来对付他，你先调戏。你小心，他不是普通人。哟呵，还想英雄救美，正好，上次在西边还没分出个胜负。要用全力哦，不然真的会死的。你和上次不一样了。奶奶，爹，你以为把那孩子爹害死了，就能娶他娘当小妾？倪萍巷的陈家，好几辈都是独苗，你就不怕遭报应？退一万步说，那女子的性情你当真不清楚？她愿意嫁给你？做都做了，再说，给钱的那位可是人上人，你敢不要？是你出的主意，对不对？你这个臭婆娘，为了几个臭钱，害我们全家都背上了孽债呀！荷叶畜生的，说不是这小子这可能吃手还找不着，这兄弟2儿估计活不久。
师傅，那个姓马的小子，真要这么放任下去？神仙坟那头，你觉得哪边会赢啊？闷油瓶一个呀！他马苦玄天资出众，现在也是武道2境了。你拿陈平安和他比，实在是……我就是不喜欢姓马那小子。所以你就想将那条金色龙鲤卖给陈平安？咋了？我乐意。师傅，你不也挺喜欢那孩子吗？你以为那就是帮陈平安？啊？结果呢，连龙王楼也赔进去了。那小子从小被他爹打碎了本命词，也没了约束。虽说留不住什么大机缘，但也不全是坏事。如今小镇动荡，还不能让他捞上点什么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当时你要是把那金鲤鱼送出去了，陈平安他活不过3天。只要他还在小镇上，就不会有什么好运气。机缘太大，他拿不住。但凡敢拿，就要死上7、8回，注定是2手空空的贱命。所以，这就是师傅愿意帮他的原因吗？师傅，你能给的，刚好是陈平安唯一能接住的吧？那孩子光是能活下来，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。儿子，过完了年是不是就变成大人了？爹，我虚岁5岁，是大人了。那以后爹不在了，娘亲就要交给你照顾了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来，咱们爷俩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爹，糖葫芦好吃，你出去干活回来，能不能再帮我买1串啊？知道了。我喜欢吃小的。儿子，爹走了。小的更好吃。看，要不是看你年纪小，老子真要动手打人了！滚！我家真的没有钱了，可我娘真的病得很厉害，她还在等我熬药。你走不走？再不走，我可抄起扫帚赶人了！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你闭着眼睛抱头是招打呢！快走！干什么你？您走。求求你，救救我娘吧！生意人赚钱天经地义，就算再苦再难，也不能忘记了做人的底线和情义。宁可无钱，不可无耻。药我先赊给你，但从今往后，你得采药还钱，1分1厘也不许欠。小家伙，听懂了吗？我懂的，爷爷，我绝对不欠钱。
我老糊涂了，拿草根糊弄我，混账东西！是不是光顾着玩去了？还想不想给你娘治病了？不是的，我家只有我娘亲一个人，我怕娘亲饿了，所以是午时做了饭过后才进山的。对不起，爷爷。听好了，人活一口气，稳住了气，也就定住了神。进来。这上山不累的呼吸法，我只教你一次。陈平安，本以为我出了小镇才会遇到第一位大道之敌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碰上了，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我。现在是我和他打，你想死，哼，还得再等等。再来！太慢了！就是神仙草药，今天也救不了你。快走！我肚子好疼啊！糟了，是不是在身上吃错东西了？不行，我不能让娘担心。烧菜呢？娘醒了，烧给你自己吃就好了。娘没胃口。娘，多少吃一点，我一定能烧得好吃。娘，我刚刚回来的时候，外面下雪了。过年了，我们一起贴春联和门神，好不好？娘，好些没？
好多了，一点儿也不疼了。娘亲，看来求菩萨是有用的。娘，你没事吧？赶紧把药喝了。娘没事。平安，去看看雪吧。娘，想一个人歇息一会儿。娘亲好好歇息。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孩子？又怎么刚好是我的儿子？我家小平安，岁岁平安，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。你怎么了？娘亲，你睁开眼看看啊！娘，你不要走，娘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娘。岁岁平，岁岁安，岁岁平安。我家小平安，岁岁平安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在乎多杀一人。这玩意儿你不肯交，那我就自己动手拿了。岁岁平，为什么还要爬起来？岁岁安，同心境一起输掉吗？难不成你还想打赢我？岁岁平安，那就送你一家团聚。你我真的挺像的，不过我是装傻，你是装善。头比命硬是吧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娘的泥腿子！不管你们对我怎么样，只配当我的垫脚石！你怎么可能胜过
么人，我都一定回答我，陈平安！一定！这上山不累的呼吸法，我只教你一次。发挥天地！自身如一尊泥菩萨，气沉丹田，不动如山。一定会活下去！必须分个生死，那你给我死！这葫芦很神奇的，一到雷雨天气就嗡嗡的响。我知道，这是养剑壶，里面能装几10把小飞剑呢。我爷爷有一个，刘爷爷有一个，苏姐姐有一个，现在我也有啦。白柴哥哥，你说送我的，不许反悔啊！别说是这只小葫芦，就算我手上还有宝贝，也愿意一并送给你。也不知道袁爷爷完事了没有。帮我跟袁爷爷说，桃子还等着那座披云山呢。去吧，你家主人已无事了。若齐先生早就对刘氏减轻心动，大可与我明言。只要不落入风雷园之手，随你，何必藏着掖着？到头来，好处你齐景春占了，恶名却要我正阳山来背。我若真舍得脸皮坚守自盗，外人岂能察觉到丝毫？一部梦中杀人的剑经罢了，需要我齐景春谋划将近1甲子，才动手谋夺吗？至于那少女，我与她并无瓜葛。齐先生，非常时刻，请行个方便。那2位少年分出胜负即可，莫分生死。齐先生放心。齐景春，你欺人太甚！凭什么放真武山的人过去，偏偏拦着我去教训那2个小杂种？真武山有2个真，真君子和真小人，而你重伤刘宪阳，坏其大道，却故意留他性命，以防被我驱逐。你这种人，啊，差点忘了，你不是人。小姐，
再等老袁片刻。我拦你，是为正阳山好。你跟剑气剑意打了1000年交道，难道感受不到那少女本命之物的压力？哼，他那点道法神通，垂死挣扎罢了。齐先生也好意思拿来吓唬人？哦，之前有人说你那位恩师晚节不保，我当时还不信。堂堂文庙第4圣，便是在道祖佛陀前也是能说几句话的大人物。现在看，根本就是个1000年未有的大骗子。难道你这支文脉如此不济世，传不过2代就要断绝？说完了。哼，没劲。你菩萨也有火气。不曾想读书人竟是骂不还口，不晓得是不是打也不还手？你可以试试看。郑坤，一定要阻拦我进去吗？后果之重，一座正阳山承受不起。算那2个小杂种运气好。打得不错。齐先生说莫分生死，原来是怕马苦玄丢了性命。陈平安，我出手救下马苦玄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所以我出去之后，会说服正阳山搬山元放弃对你们2个的追杀，如何？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，答应就点头，不答应继续沉默便是。如果觉得不公平、不甘心，那等你从老袁手底下逃出升天，便可去真武山找我，讨要你以为的公道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的。我可不会给你机会。死人没资格跟活人撂狠话。跟我走。陈平安，哪里伤得最重？不打紧，只是如果老袁这个时候赶过来的话，来就来，刚才有你在，等下有我在，怕什么？帅气。齐先生，接连几场架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了。齐先生，跟你说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，正阳山搬山元撤退了，很快就会离开小镇。第2件事，刘宪阳活下来了。齐先生，刘宪阳是不是不会死了？有人出手相助，刘宪阳性命无忧，毋庸置疑。不过他的身体遭受重创，以后未必能够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。不要紧，他只是体力透支而已。齐先生，他的情况很糟吗？他被蔡金简打断长生桥，精气神不断流散外泄，这次又拼命激发潜力，如今寿元最多也只剩1旬了。齐先生，你只需告诉我怎么才能救他。世间何事最为逆天而行，逆流而上？一人一剑，杀光妖族。是修行，
其实一样的。对你来说，修炼体内剑炉可滋养体魄，但对他来说，练拳比练剑更能养体护身。先生，练拳真的有用？虽不敢保证长命百岁，但若在练拳上下了苦功夫，还是有可能的。齐先生放心，别的不说，下苦功夫，他最拿手了。他肯定希望睁开眼就能看到刘宪阳，等他养好伤，我就带他去阮氏那边。我陪你们走一段路程。齐先生作为小洞天的主人，您在这里是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？只要我想知道的，都可以知道。不过未必全是真相，毕竟有些事情差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齐先生，您如今是啥境界？有没有跻身上5境？还有，您坐镇此方天地，真的能够天下无敌吗？当然，如果您觉得不方便，可以不回答，我就随便问问。治伤要紧，我就不送了。多谢齐先生。哎，不行，这样会颠得他伤口的。不行，治伤要紧，万一伤口又裂开了怎么办？不快点治，伤口怎么能快点好呢？先生，还记得初入你门下时，我做事也如陈平安般执拗。如今风雨催人去，先生啊，学生真的有些想你了。我说陈平安这个烂好人跟谁学的？原来是受你齐敬春的熏陶。哎，刘宪阳这命是真好啊！你老爹我都没享过这福。有事就说，别杵在那里挨着我打扫。先生，那山岳玉牌，儒家的压上之物，还轮不到你惦记。马先生，小镇时日无多，你能选的路更少。是跟着齐先生行鲁莽之事，落个身败名裂，还是延续文圣的传承，担任山崖书院的新山长，全在你一念之间。哼，真是跟谁学就像谁呀！真当我们先生教出来的都是崔禅那般喜好背叛师门、疏影忘祖之辈吗？小小竹米，亦可落地开花，自成山林。何必与竹身一同坏死？先生是成大事之人，不该被师兄弟的情谊所束缚啊！查的怎么样了？哦，小镇2支元祖不同的城市，一支很早就举族迁出小镇，祖坟的位置也已经不可考了。另一支如今除了陈平安这支独苗，都已经依附4姓氏族，当了奴仆丫鬟，没有自立门户了。实在不行，就从最下面的书找起，一本族谱从头翻到尾，那些个名字不是奴婢就是丫鬟，好玩吗？哎，陈队，我没眼瞎的话，陈松风可是在给你帮忙啊！哎，哎呀，帮你还提我，有没有良心啊？连皇帝也有几个穷亲戚，怎么有人例外？啊，找到了。陈平安平白无奇的，反倒令人琢磨不透。这是今日的药，拿给刘宪阳。哎，陈队，
我跟你求了那么多次秘制药丸，你都不给，凭啥给刘显阳还送我一整瓶？你要也为我陈家守墓千年，我也会给你。神道崩坏，礼乐鼎盛，百家之争就要开始了。我兵家修士靠沙场厮杀来提升境界，本就不易守住本心。一旦嗜杀成性，极易堕入魔道。当着我兵家先辈们的面，我且问你，那个外乡少女杀死了你的第一个师傅，出来！但是你盯上陈平安是为什么？我真武山兵家修士练的虽是杀人技，但绝非滥杀者。兵家修士，是不是能不在乎什么因果报应？气数气运。遍观千年史书，以一己之力揽狂澜于己道，大多是兵家圣人，并非是我身为兵家修士才刻意为先贤歌功颂德。陈平安他爹是我爹害死的，这笔恩怨我一定要在离开小镇前亲手了结，绝不能牵连到我奶奶。你是想把上一辈人做下的孽全部拢到自己身上，希望你奶奶能够善终？我对爹娘实在没什么感情，只有奶奶放心不下。只是她又不愿意跟我一起去镇武山。情有可原，但是站不住理。虎符躁动，必有祸端，随我速速返回小镇。事已至此，稳住心神。